震惊！在俄罗斯的阿巴坎首次挖出了一座中国2000多年前的宫殿。经俄罗斯专家和日本专家鉴定，这座宫殿为中国西汉时期建筑。宫殿中出土了青铜扶手、轮制陶片、波纹陶罐残片，还有一个椭圆形绿玉小瓶。根据出土的文物，专家猜测这座宫殿的主人应该是李广之孙李陵。此消息一出，震惊了中国考古界。李陵是谁？他生前的住所为何会出现在俄罗斯境内？有人说他是卖国贼，可为什么到了俄罗斯人那里就成了当地的大英雄？难道我们都误会李陵了吗？接下来就为大家揭开俄罗斯挖出中国宫殿之谜。新进来的朋友麻烦长按点赞关注一下，后面的内容更精彩。这一天，位于俄罗斯阿巴坎的一个村落准备搭建一座农庄，正在施工的建筑工人突然发现土地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就继续往下面挖了起来。挖着挖着，竟挖出来了一座豪华的宫殿。听得工人急忙上报给了当地文物保护局，相关部门接到消息以后也是无比的震惊。这在俄罗斯的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，立即派去理智考古队。当考古队到达现场以后，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到了。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发现，这座宫殿竟然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建筑风格。经专家鉴定，这座宫殿遗址不是游牧人的遗址，而是汉人的遗址。鉴于宫殿遗址的建筑规模十分的雄伟壮观，绝不是一般人能够享有的。专家猜测，这座宫殿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中国西汉时期的某个大将军。通过出土的文物，专家推测，这个大将军应该就是李陵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汉人大将军怎么会死在俄罗斯境内的呢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李陵这个人。可能很多人对李陵不太了解，可要说是李广，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人认识吧。李广是西汉的名将，是击退匈奴的民族英雄，被称为飞将军。司马迁对他更是赞不绝口，而李陵就是李广的孙子。既然李陵是李广的子孙后代，为何他不在中国待着，反而要跑到万里之外的俄罗斯呢？他到俄罗斯干嘛去了呢？其实，李陵这个人是一个2000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的人物。对他了解的人，可能最先想到的词儿就是卖国贼。为什么这么评价他呢？这还要从一场讨伐匈奴的战役说起。当时，讨伐匈奴的统帅是李广利，而大将军李陵主要负责押运军队的军械、粮草、被俘等物资。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在行军的途中竟遭到匈奴的埋伏。当时负责押运物资的军队只有5000人，而匈奴以8万骑兵围攻李陵。最后李陵斩杀了1万多名匈奴骑兵，因为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增援，最后弹尽粮绝，不幸战败，被俘虏了。很快李陵兵败的消息就传到了长安。当时的汉武帝本来是希望他能战死沙场的，没想到李陵竟然投了降，这让汉武帝愤怒万分。这个时候他就去找司马迁询问了一番，本来以为司马迁会和他一样想着怎样惩罚李陵，没想到司马迁竟处处为李陵辩护。汉武帝一气之下就把司马迁关进了大牢。后来传闻李陵在匈奴当了大将军，而且还为匈奴练兵。汉武帝听后信以为真，便十分草率地把李陵的母亲、妻儿全部处死。李陵的事件对司马迁的影响非常的大。后来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还遭受了宫刑，官职也从原来的中央政府官吏沦为了一个士大夫。随着陵墓的不断发掘，在俄罗斯境内也出现了不少关于李陵投降匈奴的细节。出土的文物也是颠覆了俄罗斯考古专家们的以往认知。或许李陵投降匈奴的这一事件可以被重新审视。其实你要是翻阅历史资料，你就会发现李陵这个人未必是一个完全可耻的小人。他自从当兵的那一天起，就一直跟着李广利攻打匈奴。李广利作为统帅，作战能力堪忧，
在一场讨伐匈奴的战争中，虽然能杀1万匈奴人，可自己军队这边也死了将近2万人。可以说，最后即使是胜利了，也不是很光彩。李广利多次指挥军队讨伐匈奴，但大多都战果不佳，损兵折将。即使这样，汉武帝都不会发怒，因为李广利有一个姐姐，他的姐姐就是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。汉武帝不但没有定他的罪，反而把惩罚都降在了为李陵求情的司马迁身上。李陵的战败究竟是谁的责任？司马迁为何冒着生命危险，也要在文武百官面前为李陵求情？据史料记载，李陵是在郡基山遭遇匈奴主力围攻的。即使这样，李陵还是在这场战役中斩杀了1万余名匈奴士兵。比起李广利，李陵能在多自己好几倍匈奴骑兵的包围下，而且还坚持了将近8天的时间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据说李陵此次的战败是因为军中出了一个叛徒，把李陵运送物资的行程告诉了敌军匈奴，而且还把李陵没有后援的军情卖给了匈奴。陷入绝境的李陵最后因为不敌敌军，这才选择了投降。如若不投降，那剩下的兄弟可能就会被全部歼灭。所以你认为他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？据说匈奴的首领得知大将军李陵投降了匈奴，就趁机拉拢了他，并且把公主许配给了他，最后还让他在匈奴当了大官。因此李陵就留在了匈奴。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，宫殿的样貌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。屋顶的建筑风格和中国西汉时期的建筑一样，是四面坡式。宫殿的中心部分的四周还保存着较薄且较矮的外墙，在这些墙壁的下面还出土了带有铭文的瓦当。宫殿的上沿与宫殿的中心四壁相连，通过复原图可见，这座宫殿就是典型的中国建筑，而宫殿门上的牌匾刻的也都是中国的汉字。俄罗斯考古专家在宫殿中还发现了许多和西汉中原地区有关的文物，椭圆形的绿玉小瓶、波纹陶罐残片、环刀等，其中还出土了一件青铜神兽扶手，神兽的眼睛直视前方，两脚还有3道螺旋纹的装饰。即使李陵在匈奴成了家，但后来出土的瓦当才让后人真正看到了李陵投降后的真实内心世界。随着考古工作进入尾声，俄罗斯考古专家把发掘出来的瓦片进行了拼凑修复，最后发现瓦片的上面竟然刻有字体。他们通过修复技术把这些汉字进行了排列组合，最后就拼成了天子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的字迹。上面提到的未央指的就是未央宫，它就是当时西汉时期朝廷的正宫，它代表了大汉帝国。瓦片上提到的长乐是汉朝皇帝所居住的宫殿，因此瓦片上出现的汉字字样正是代表了汉朝。如果俄罗斯阿巴坎发现的这座豪华宫殿真是李陵的住宅，那么从出土瓦片上面的汉字就能看出，李陵是一位人在匈奴心在汉的人。虽然晚年的李陵生活在了匈奴，可谁也不能阻止他对西汉王朝的思念。也许他心中一直都在盼望着有一天汉朝能把匈奴征服，这样他就可以早日回到家乡了。阿巴坎宫殿遗址到底是不是李陵生前所居住的地方呢？这一问题虽然得到了俄罗斯专家和日本学者的认同，但是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。考古学家郭沫若曾经对此表示过怀疑，他表示瓦当和青铜扶手应该是西汉时期传到匈奴境内的，也有可能是为保边境不受匈奴的侵扰，汉朝的公主出嫁匈奴时带去的。然而考古学者周连宽也有不同的见解，他认为这座宫殿很有可能是王昭君的女儿和女婿的住所。你认为这座宫殿的主人应该是谁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记得长按点赞关注一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